商战一样可以包括。天下第一茶回来了！胡老太爷回来了，快请快请！这是这些年跟洋人做生意的账，你仔细的看一下。大家伙儿都听说了，你跟洋人交办，要做生意打赢他们，你就说需要咱们做什么，咱们是要钱出钱，要人出人。诸位，感谢的话不用多说了。我需要今年的春茶，从现在开始不能发往其他茶铺，特别是1级茶和2级茶，给我留住了，听我号令。好，大家伙儿都说好了啊，有熬不过日子的都来找我，切不可毁了大局。林兄，等你一天了。哎呦，这一路给我颠的，骨头都散架了。快，上车坐着。哎，好嘞。我说我来接你，这一出门啊，看到这马车，哎，就觉得手痒痒。几十年没赶了，这一上手，还挺稳。怎么样，敢不敢坐？敢啊，你走稳一点啊。小子还挺挑。这样。还记得王天贵吗？我怎么不记得？他无子无女，失踪以后只有几个债主子成天寻他。他的那些票号当铺呢？那就天晓得喽。天晓得。你知道财富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吗？它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它在大伙手里转圈儿，在谁那儿多待一阵，那是老天爷疼他。这样。不是说我这兄弟在南京做大生意了吗？怎么回到咱们这儿，整得跟饿死鬼投胎似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你们啊，特别饿。我在金陵的时候，我都愁得吃不下。哎，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面条，什么时候告诉我常玉儿怀孕的事儿啊？啊，对啊，什么对啊？你是不是想等生了孩子之后才谢媒人啊？大奶奶，我错了。我还跟玉儿说呢，这孩子一出生啊，一定要认您做干娘。要不是您提点我那几句啊，我还不知道要糊涂到什么时候。这可是真话呀！当然是真的了，要不然我断饶不了你。坐吧。不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啊，我们派人送了点药去。什么都不知道，这老娘一走，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啊。哎，行了，兄弟，讲正事儿吧。带了什么大买卖来？你可不知道这10天把我累的。我先是把湖州、金陵一带的私厂都跑了个遍，然后又去拜访了安徽的茶商会。从你们这儿走以后，我还要去杭州见吴财神，他常年经营丝绸，他的库存肯定很多。再然后我还要去趟京师，拜会一下总理衙门。为什么呀？我最近啊研究了一下万国公法，这万国公法里说，在各国行商都是自由的。那我国出口印度的主要就是茶叶、丝绸、药品、瓷器这么4大类。瓷器嘛，我不是很懂，其他3样我还有些门路，还是之前的那个思路。我想绕过东印度公司。你想把东西直接运到印度？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再走远一点，一直往西过印度洋，到英国人、美国人那里去卖。他们既然能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去？
来，喝一个，这有点吓人。我也喝一杯。我听说你跟祥和洋行在盐田产权上有个半年的赌约，怎么会还有功夫去整这些事儿呢？大奶奶觉得我能赢吗？不能赢吗？眼下这个局面一上来肯定是赢不了。想要生意做得大，市场就得大。我们的市场无非是南七北六13省，除了5个产盐区，剩下的省份盐店的规模和利润基本上已经饱和了。那祥和洋行他们的利润从何而来啊？左手倒右手啊，直接卖给东印度公司。他们想让资本进到盐业，多花点钱，他们也愿意。至于东印度公司再想卖给谁，那就天晓得了。不过他们的市场那么大，这点盐他们还是吃得下的。兄弟，你一个人跟东印度公司打，你觉得可能吗？你这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呀，志气是很大，但根本做不到。我之前出国，你也知道，也是卖给当地代理商，利润是高一点，但是我们做着洋人的船，出国的机会不是经常有。你要在那儿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基础，恐怕10年、20年都不够。我可没10年20年，做不到，做不到。人力有时尽。再说，在这个时代里做这样的生意，都不算经商了，那是国家和国家的较量。你是太异想天开。你进的蚕丝、茶叶，这些货物要押多大一笔资金呢？大清国明文规定，不允许商人自由出国做生意，对吧？你这是犯王法。你还要租赁英国商船，海关能同意吗？商船会答应吗？据我所知，上海的商船基本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还有最后一件，就算你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把东西运到印度，我问你，哪儿是你的货站？哪儿是你的大本营？哪儿是你的分店？谁是掌柜？谁是伙计？你到的时候，两眼一抹黑呀！你卖给谁去啊，兄弟？可是这茶叶和蚕丝都是有时效性的，最多也就是2、3个月的经营时间吧。茶叶会老，蚕丝会旧，这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啊！夫人，你没明白？我当然明白了，他是想敲山震虎，让东印度公司把吃进去的盐田产权再原原本本的给吐出来。可问题是，想照方抓药，能办得到吗？这个不像一个上任的地方。我爹在做生意之前是个读书人。那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官？中国人不都是要考官做的吗？因为他觉得做官已经没用了。因为洋洋得意的大清国已经结束了。少爷，他们来了。给大人请安。李钦，本都奉旨抄家，你可知晓啊？请大人说的再详细一些。你把盐田的地契抵押给了祥和洋行，使两江元气大伤。本都此次进京负荆请罪，圣母皇太后震怒。想你和你爹虽然是捐官出身，但毕竟是大清臣民，如若幡然悔悟，
咱们还有商量，否则可就别怪我无情了。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自从我爹死了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按照大清律，我还要把你抓捕归案。是吧？李庆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仙河洋行的合伙人，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这是我国公使给他开具的身份证明。李谦，你连祖宗都不要了吗？我没祖宗。胡闹！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什么叫没有祖宗？鬼话！我要认姓古的人做祖宗吗？我连我爹姓李还是姓古都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他们埋哪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爹死了之后啊，我才发现这天底下好像就我自己个儿。您就甭费那心了。你就不再考虑一下了？你的话说完了，走吧。偷酒！亲本家人，奈何做贼呀？这么好一家，没了。我的家早就没有了。就在我爹说假话骗我的时候，后半生我要做个不一样的人。你加入东印度公司吧，半年后，你可以执掌大清国最重要的产业。以后可以买更好的房子。你能赢吗？我那个兄弟可是狡猾的很。狡猾没有用，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靠实力，靠大炮。你的兄弟难道比东印度公司还强大吗？五兄弟，哎呀，最近可净听人说你了啊！我这耳朵都快听聋了。那做生意的还天天拜财神呢，要说聋，我早就聋了。走，带你看货去。嗯。五兄请进。
打开吧。咱们先看看货。这简直……怎么样？我自认为是见过上等绣品的，借了你的货，我才发现，我之前看到的都是些垃圾。这徽州的刺绣啊，自然也是不错的，但是跟这杭州和苏州的比起来，那肯定是比不过。你再看我这些绣娘，那都是在宫里当过差的，自小除了拿筷子用手以外，其他什么用手的活儿都不干。为什么呢？你看我们这双手啊，只要是干过一点粗活，就没那么圆润光滑了。我这些绣娘们自小学习刺绣，事事都得人伺候。不瞒你说，每天得用上好的蜡护手，这样才会在这些丝绸上几千针、几万针的刺绣，而不留一点痕迹，也不会把这绸面上磨起一点毛来。这可都是我们丝绸行业的大机密，你不干这个，我才敢告诉你。财神，您真是把生意给做到家了，不像我，贪多嚼不烂。来坐，你们下去吧。我听说江宁那边出大事了，你和祥和洋行杠上了？我听说财神和祥和洋行有生意往来。这丝绸上的生意，祥和洋行的确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理查德是个老鬼，你未必斗得过他。斗不过也得斗啊！那些洋人现在想要霸占两淮的盐业。财神，无论如何，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哎呀，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你倒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要是能赢，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我想知道，他们东印度公司驻派在大清的，是不是只有祥和洋行一家？那自然不是。那英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的，是不是只有东印度公司？这个东印度公司只是其中的一家。不过，要是论规模的话，它的确是最大。规模我不需要太大，其实我这个办法是从《战国策》里学来的，可以帮助吴兄你扫平你的竞争对手。这话从何而来啊？我需要你库里最上等的好货。这好办，你看上什么了尽管说，要运到哪里，我租船给你运过去便是。不能用普通的船运，我想联系一下英国公司，用他们洋人的船运到印度，或者干脆直接运到英国。我还需要你陪我跑一趟上海，面见海关道的赫德大人。我要出海西行，围魏救赵。这船我怕是租不来。这船，自然有人帮我租。我知道你跟赫德大人交好，所以我怎么也得拉着你陪我一起。兄弟，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立了军令状的，开不得玩笑。我估计你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晚。是吗？我没说你，你来我没有想到，但他来，应该的。我是替人受过，不来不行了。这篓子捅大了，这几天。我接到了旨意，圣母皇太后严令两江总督收回盐场。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惹上了东印度公司了。我替你们去说说情。这种生意不是靠人情可以做出来的。假如我是东印度公司，谁求我都没有用。你是接到了信儿，还是
自己想出来的？大人已经去商量过了吧？我接到旨意后就去商量了，没有用啊。除了鸦片，中国的市场似乎是不欢迎英国的货物啊。大人，见过大人啊，你过来吧，坐这儿说话。我问你啊，你们盐业工会现在掌握了多少家盐铺啊？回大人的话，加上新开的这117家，总共是305家。你这305家，我且不算你新开投入的价钱，算你盈利最满的时候，一年有1000万两吗？啊，没有那么多吧，估算下来也就是900万辆，上下浮动也不大。关键，它这只是毛利，这就不对了。怎么就不对了？你们股东家最近阵势闹得很大，你不知道吗？您指的是股东家去安徽做茶？何止是做茶呀，丝绸、药材他都搞起来了，而且现在在外边还大张旗鼓的要运一批货去英国。我想联系一家和东印度公司有竞争关系的英国公司，联手和他们一起做茶叶、丝绸、药品等生意，让这家英国公司做我的销售，我做货主分配货物。我可以担保，我这边进的所有货物，质量是最上乘，价格可以用最低的价进。要是能在东印度公司覆盖的所有商业范围内，开辟出我们的一条市场，就能逼得他们来找我们谈判。对于这样的怪物，商业上的巨头，好好说服没用的，得让他们怕，得威胁到他们才行。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他进这批货，这价钱，够你们盐业工会干3年的，哪儿来的钱啊？嗯，你们晒的是盐，晒的又不是金子。回大人的话，我在外面呢也听了一耳朵，是有些好友把货都给他了，但是没收款，说是等卖了以后。哎呀，要是从山西运一批货到山东，晚点给钱我是能明白的，凭你们股东家的信用也没问题。可这是远渡重洋啊，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我有句话要吩咐你，大人，请吩咐。我让他跟李钦去争，可是没想到他干得这么大。大清有关造局，有总理衙门，他算老几呀？把东西往外卖。要是让他开了这个先例，大清国的王法是不是要重写呀？你们是老成之人，不要跟着他乱跑啊！好好的把盐业工会给我守住了。你知不知道东印度公司之所以那么庞大是为什么？你看看楼下，这江面上所有的商船都是他们的。请问你用什么东西把你的货物运到印度、运到英国去呢？我用的是冰船。英国的冰船？我有我的办法，我的运输成本会比他们都低。那我再问问你，这东印度公司和大清一直在做生意，他们拿到的货物，我相信在价钱上应该是非常低的。你的竞争有什么优势呢？我可以联络到安徽所有的茶叶，两江一带最好的丝绸、生丝，山西一带的药品，大黄、枸杞之类的。这些货物我进货都可以用最低的价格，可以保证足够的利润。最低的价格，你能确认吗？商人都是谋利不假，但是这一次，我不想要，我身边的朋友也不想要。大清虽然弱，但是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啊，无非就是今年我们江南的丝绸生意不做利润了，这一点我可以做保。那其他的呢？这茶叶和药材的商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吗？赫德大人，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些
手无寸铁的商人，经商之道，小到谋生，大到谋国，商战一样可以包括。这算什么？这些商人难道要联合起来去打败那个家伙吗？打败不打败，现在是不知道，但至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商人不使用炮船，一样可以挣钱。幸好出来了，不然啊，就像置身地狱一样。这洋人呀，还听不惯咱们那戏呢，哐哐哐，掀那大锣太闹。哎，我问你，你这回是斗气儿啊，还是来真的？此话怎讲啊？你要是斗气儿啊，咱们就齐心协力，把这个什么东印度公司吓得收兵就完事儿了。千里出门只为财，谁也不会跟谁真过不去。但是你要是认真的，这可就危险了。这是3000年没有出过的事儿啊！我要是跟你说，我就是真的呢？你别逗我了，不会真想这么干吧？啊？这可是大清朝，不是英吉利。你要真弄着船把这货运出去，朝廷怎么办？这大清律里可没有这一条。吴兄啊，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我洗耳恭听。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有皇帝太久。哎，可不敢瞎说啊！你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你看看这江面上的船，他们洋人是带着大炮、带着火药来保护他们国家的生意，出动了整个国家的军队来保护他们的商人，一心想要把他们的商品卖进我们的国家，侵占我们的市场。我觉得这些商人进来，其背后的影响远远要大过一支军队的力量。经商之道，大道以谋国，得想办法和他们竞争，最好是到他们那儿去做生意，人尽其用，物尽其通。或许只有这样，才可能是我们的一条出路，不至于像眼前这般，是不是？我现在能看到模模糊糊的一条路，但是却道不清楚。你觉得我说的对吗？也对，也不对。但甭管对不对，你这份志气，哥哥是赞赏的。但是，你想做的这些事情啊，说实话，哥哥觉得大清朝做不到。再过个100年，能不能做得到，我不知道。但我们这代人肯定是看不到了。行，这天色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哥哥最后再跟你说句话：见好就收。我们还要做很多年的兄弟，别早早的把自己给全搭进去了。苏小姐，真是个妙人呐！你怎么知道我在到处找你啊？我想不知道也不行啊。现在上海滩到处都在说，有位中国巨商Mr. 谷，
想出国做生意。是，货物我都备齐了，但是我需要一艘船，商船现在都是英国的，我没资格租，他们也不会租给我。我就突然想起来，苏小姐好像有一艘冰船。你可以知道我会租给你。我想苏小姐不会看着李青当卖国贼而坐视不理的吧？其实我很好奇啊，苏小姐一会儿跟这个交好，一会儿跟那个交好，像只变色龙一样，究竟是为何？好奇多久了？一直都好奇。我爹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吧？板门抄斩，九族一灭。皇亲贵胄，信天主教尤多。我的养父是西堂主教，当年靠着他的朋友们帮忙把我送到香港，后来派到天王身边，联络旧交，刺探军机。可惜天王不成事，毁了多年基业。天国虽亡，但我的世仇还在。大清气数已尽，那时候我就偷偷把有用的人才带出去。我不知道大清国要变成什么样，但不管变成什么样，都比现在这个样子强。聊聊船的事儿吧。我确实有一艘能调度的船，花钱就能用。一艘葡萄牙炮舰，装你那些货是够的。但问题是，这船你没资格租，你的那些货在名义上要找一个洋商来接手，他做大班，你做中国东家。不过你那些东西运到印度卖给谁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东西卖到印度呢？财神和一些英国的商人交好，他已经帮我联络完了。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直接把我们的货物卖到英国。这倒是没猜到了。明天我把船长约出来，你带上出面拿货的英国商人，双方签合同吧。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合同，第一份中国的大生意人以个人名义越洋经商的合同，了不起啊！苏小姐，谢谢你。合同签完，我就要操心该怎么保住你这颗狗头了。玉儿，你怎么回来了？我想孩子了。你说是女儿还是儿子？儿子也好，女儿也好，最重要你们母子平安。我在外面跑了好久，我好想你们。事情还顺利吧？还行吧。大奶奶，两江总督府的人求见古大爷。哎，他们耳朵怎么那么好呢？我刚回来就知道了。古先生，总督大人请您过府一叙，有紧要事。看把你能的！
去去就回啊。想玩就玩吧，别伤着自己。别在这里动手。走。本都有话问你，你要据实回答，免受皮肉之苦。我的话实不实，不还是你说了算？来呀，给他看看刑具。顾平原，你是聪明人，别让我问第二遍啊，否则这皮肉之苦你是吃不消的。我问你，你进货用的那么些的银两，是从哪儿来的？朋友的。这就不好了吧？啊！来呀，用刑！行了，去吧。咱们看看，你从安徽进的茶叶，前后有700万两；从山西一地进的药材，主要是大黄，有100多万两。你从杭州吴家进的生丝绣品，竟然有700万两之巨，好大的一桩买卖呀！而且，你都用的是银票。结的是现钱，钱从哪儿来的？啊，你先别急着回答，等我都问完了。你在山西的那些狐朋狗友，怎么突然就有这么些的金银宝物啊？送到驻银坊里头，花了那么些的银子，到底宝藏在哪儿？大清1年岁入才多少啊？你是富可敌国的大生意人呐！我的每一笔生意都是在帮你的忙，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哎呦，我不能不问呐。圣母皇太后都知道了。家产丰厚的人我见得多了，可是像你这么着，一下就拿出1、2千万两来，跟闹着玩似的，几天之内就进了这么多的货，我没见过。我现在问你还是好的，我要是问不出来，把你送进京去，那些人可就没我这么客气了啊！哎呦，我求你了，你就告诉我吧。天，你还要不要了？
嘴上说关心两江两淮的生计，怎么了？都是假的吗？哎，假倒未必假啊，就是真让洋人弄走了，哎，我也有办法对付，拼着就是挨一顿斥责就是了。可你真把我吓着了，姓谷的，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一直在盯着我。不是我盯着你，是有人盯着你，还有人告了御状，上边下了话要查，我能怎么办？来人，在这儿，把我先扶起来。走。行，来，把他押进牢里，准备押解进京。两江总督裁断，经查，商人谷平原以逃犯之身敛聚不明之财，违背本国之商法，5日后见送进京，家产抄没。你们两个都快点，都给我快点啊！你们还有没有隐没的财产？连着房子都是两江总督府借住的，你们搜便是。兄弟们，都给我搜，搜仔细了，不要放过每一个角落。这。到最后，落下个这个。能够牵动两江，震惊朝廷，这手笔也是一等一的了。他谈得下朝什么家？都这时候了，你还能笑得出来？真是服了。你不让我笑，让我哭啊！总让你去见他了吗？就见了一面，旁边有人也没能多说，他就问你和孩子怎么样，他说你等他，他来起名。脑袋都要掉了，想着起名，心大的。等他们抄完，咱们就回安徽了。这次只说抄没，没说把一家人都遣送到北京。老二已经过马车了，知不知道？你们谁是家主？签下字。这是总督大人让我转交给夫人的。这什么呀？这是盐业工会的股份。这是买他脑袋的钱，不要也罢。你拿好了，你要不要，让他自己决定。他还能做决定？No， 他还要回来给孩子起名字呢。不够了，孩子，走，回安徽。好。Have you seen Lee? Lee? Yes. Look at this. You don't speak English. Translator! Translator! 哎哎。哦，
电报说已经查清楚了，这艘葡萄牙战船是受中国人雇佣开往英国的货船，装满了生丝、丝绸、大黄、茶叶，有不少国家的商人很感兴趣。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艘船背后是一个姓古的中国商人在鼓动。明白了吗，李？那你怕什么呢 ？If this Gulmerk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this cargo to England， 要是这个姓古的商人把这艘货船运到英国，他如果掌握了航道，运到更远的地方，那就是我替东印度公司培养了一个敌人，我就可以回利物浦老家享受退休金了。这是不允许。你为什么不向中国的皇帝抗议呢？ They use our competitor's name to pick up the cargo. 他用我们竞争公司的名义来收的货，他太狡猾了。我没有办法阻止这艘货船，这艘货船开到英国去，我会很麻烦。现在怎么办 ？You must come to the governor's mansion with me now. We strongly protest. 我们严重抗议。哦，好，欢迎，欢迎，是。We welcome. This is a shameless trampling on the 这 commercial 是对远东商业秩序的无耻践踏。哦，远东是哪儿啊？就是大清。大清怎么了 ？What about the Qing dynasty, which is the Far East? The commercial order is seriously disrupted. 商业秩序被严重破坏。这商业秩序是什么？ What are the business? You don't know what the business orders are. 这商业秩序，就是他说商业秩序嘛，就像中国人做官一样，小官听大官的，大官听皇上的，皇上听老天爷的。哦，你看看，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就都懂了。我们这个地方很讲秩序啊。你看他这是抗议，我们表示很理解。 我们已经把你说的那个人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That does not matter. I insist. 理查德先生说那个不重要，上海的那艘货船必须要停下来，必须要取消航程。哎呦，据我所知，啊，我们大清没有任何一艘船送到海上去啊！你误会了。No. The denial is useless. I demand 抵赖是没有用的，它需要一次平等的商业谈判。哎呀，这么说就不好了啊！我们现在不就是在谈判吗？你抗议，我们也理解。我把人也抓了，押到远东的大牢里去了。但是至于你说让把那条船停下来，那是一条葡萄牙的战船呐，英国人雇佣的它，我怎么有资格让它停下来呢？你找错人了。理查德先生想要知道，古平原是不是真的在监狱里？哦，当然在，刚刚用完刑。好，来人呐，带这位先生到远东的这个监狱里去看看。Please take us to see him in the jail. Thank you. 谢谢大人。It's here. 古平原，你现在是抄了家，又下了大狱，你比我还惨啊！你看看你效忠的那些人，他们现在是怎么对你的，又是怎么对我的？你是真的好笑，啊？哼！ Mr. Gu, regarding that ship, I 吴 represent 大人， East India 他代表东印度公司 We 通 hope 知 to 您， negotiate with you. 他们想跟您协商，把那艘船的货给买了。 Situation you are in now 您 is 现在 not 这 in 样， your best interest. 对您也没有好处啊。讨论这些已经没有意义 It 了。 has no benefit right now already. 说点有用的。 There is no need to discuss these questions. Say something useful.
What do you want？ 您想要怎么样？钱我已经付过了，2天之内不把我们盐田的地契原样送回，那押货的船按时起航。原是，这是你和总督一起设的圈套。Mr. Hart. Mr. Richards. Have a seat. Mr. Hart, I heard that you are involved with my wager with Governor of Liangjiang. Wager? What wager? Oh, you mean the salt fields? Yes, indeed. You've been a little hot-headed recently, huh? Mr. Hart, I respect you as a veteran in this business, but you must respect the influence of East India Company here in China in the dispute over property mortgage. The responsibility is quite clear. It is those Chinese officials who are evading and denying. And I hope Mr. Hart will objectively address to that issue. I am employ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s the head of the customs. I am in charge of all import and export business. I believe I've been very objective in treating your company, and I've never meddled in the normal business of your company. Now, this accusation of yours, where does it come from? This all is a breach of agreements. We do not mind the competition. But if a Chinese merchant will independently disobey his government's law and openly provoke us, if it weren't for your connivance, do you think he would have done it? I understand. Now,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in all of this business, what have I done? Come on. I thought you said you are not afraid of some competition. We are not afraid of the competition. There are many goods, but they are not enough to impact our company's market. But my friend, this impacts you, no? 干嘛？你这个猴崽子，进来了了不起啊？啊！我现在2条腿都紫了。哎呦，我不用点刑也不行啊！哎，那个理查德跟疯狗似的，到处告状。哎，这事儿要是办成了，我给你个大礼。你就放我回安徽就行。我在两江待不久了，这2年两江恢复的不错，老九呢也把军队遣散的差不多了，老虎没了爪牙，也就没了威胁。朝廷呢让我回去，也许做个军机大臣，也许什么事儿都没有。朝廷要成立个商部，下旨让我们几个老臣推荐。哎，你看看。你自己也说过商道谋国，你做了这个职位，不比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官员强多了吗？啊，这要是给了旁人，做梦都会笑醒。我仔细想想，这一生经过我手的银子，倒是不少。但只有在安徽种茶的那段日子，才最踏实，最快乐。商道谋国不假，那也得可谋之国才行。凭你两江总督府的身份和地位，都应对不了那些洋商，凭什么我行？哎，咱俩也算是朋友，你跟我说句实话啊！我知道，你进货用的都是现钱，钱是哪儿来的？你想知道？我好奇。朝廷让我仔细的回奏，
我自然不能说假话，对不对？什么商务大臣，这可不是礼物，这是送命的诏旨。你说这富贵有什么用？说的是啊，你就告诉我吧，啊。我相信古平原集中了他所有的身家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一艘船上的货物再多，他不可能对东印度公司产生商业冲击。如果你能够坚持下来，获得2块盐业的经营权，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将获得大清官办产业的1/5，以此作为跳板，你可以获得无可计量的财富。你要相信我，这是他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威胁。这不算是商业行为，这甚至算不上聪明。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手腕。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知道。比起被这些官僚玩弄，我宁可要一个公平。我们之间不谈公平，你只有一个人，我至少有一个船。So, is this Gumerkand? 那位姓古的商人终于安静了。朝廷已经严厉地惩治了他了。好，不过那船货还是由赫德先生作为中介，最后还是卖给了东印度公司啊。祥和洋行成绩斐然呐，可喜可贺。Did a good job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that. 啊，交换，交换，彼此啊，好，好，各位大人看这边。3, 2, 1。古先生。古先生，给你道喜呀！啊，给你道喜呀！古先生，盐田收回来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钱是哪儿来的？哼，否则呢？否则，荐送进京，要你的脑袋。哎，看看，结实不结实？结实啊！啊，我呀还留着他多喝几年酒呢，所以只能委屈你了啊！来呀，荐送进京。是。我刚接到朝廷的旨意，调离两江啊。你这一路上呢，也不寂寞，我们相伴而行。臣押送钦犯刚刚离开两江地界，请
钦犯因在狱中染恶疾而死，已焚化其尸。在场多人可以作证。臣在两江任上，已得钦犯口供，并已查实，所谓巨额货款云，都是街谈巷议、其中野语，不足为凭。钦犯已死，臣看管有书，愿自领其罪。行了，就这样吧。明日走陆路，派快马送入朝廷。大人，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太儿戏了？朝廷红着眼睛要钱，岂非更加儿戏？不用怀疑，你已经死了。瑞林把你交给我的时候，你就是个尸体。他怎么来了？他自己要求的。我还以为你会在洋行里跟着洋鬼子一起混。我跟谁混也比你强。人人都知道你已经死了。死了至少不用遗臭万年。行了，你们兄弟俩上来就斗嘴，你家少爷是专门来送你的。不然呢？不然他就跟着葡萄牙船走了。为什么走？去哪儿啊？出去转转。在这片天底下待得太久了，想看点新的东西，学点新的东西。将来要是有机会，再回来吧。你自己保重吧。我明白，你爹娘的坟我会去帮你扫的。我还会跟你爹说你去了哪。好，这样便好。还是要回去种茶吗？不知道，可能带上玉儿到处走走吧。或者换个名字，继续做生意，是不是？我只希望孩子一睁眼睛就能看见我。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心灰意冷啦？也不是，不做官是还是要做的。只希望将来大家都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活着，不用出卖自己的尊严，在这片天空下，都可以骄傲自由地活着。真有闯王宝藏这回事吗？青山一发是中原，到他该出世的时候，自然会出来。财富如海，众生作舟。浮沉一世，无非是个过客。
又何必太在意？你的中国朋友送来了礼物。小虎啊，经此一战，血溅轩辕，丧敌之胆。清廷大肆搜捕，你与朱同志能平安脱身，幸之。如今大清垂垂老矣，华夏之邦难以侧身于世界强国之力，非有大能力者，改换乾坤，令我4万万同胞除旧布新，自强自立，方可逃脱被分切宰割之命运。若神州入尘，文明尽丧，吾等九死亦不能赎也。听闻你为革命筹款，附赠支票1张。革命若不进，吾自当全力供应。